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1日，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北京再度陷入封停，情势持续发展。那么我们欢迎这个来自北京的网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北京的情况。因为现在北京还是有很大的不透明啊，北京的情况，所以能够北京的网友能够提供一些信息，对我们了解北京现在最新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讲新闻啊。百世在大兴厂出现了疫情啊，那么15号到21号有8个人染病。北京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啊，那么截止6月20号，百世公司共发现了8例确诊案例，那么其中有2人曾经到过新发地采购，所以那么百世中国呢，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说这个百事可乐啊和其他的饮品厂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病例。那么现在通报的这个疫情个案是百事食品的一个分厂，没有生产过任何的饮料啊。那么北京现在21号公布的数据啊，6月20号那是22例啊。那么他们现在只公布北京现在只公布和新发地有关的病例，新发地以外的所有的病例都不公布啊，都没有公布。所以呢，现在呢，北京有一个高风险地区，就是丰台花乡地区，那么也是现在唯一中国疫情高风险地区。那么有32个中风险地区，包括呢西城、东城、海淀、朝阳、丰台、大兴、房山、石景山、门头沟啊，有32个中风险的地区啊。那么北京市宣布啊，那么到20号，核酸检测机构从98所扩大到124所。每天的检测能力从10万份扩大到23万份。那么124所机构中，疾控中心有20所，2、3级医院有73所，医学实验室有31所。如果采用5:1的混检，什么叫5:1的混检？就是把5份样本拼在一起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呢，如果有，再把5份检测啊，如果没有就过了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5:1的混检，那么每天可以检测将近100万人，这是北京宣布的啊，北京宣布。那么我们也对北京的情况进行了一些分析啊，分析情况大概是这样啊。第一，北京现在的病例追踪不完整，大量的漏网之鱼。那么基本上虽然现在也在做检测啊，所以也在做追踪，但是实际上由于它覆盖不完整，实际上是处于失控的状态。但是呢，它现在不公布除了新发地以外的任何的病例啊，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我们是不知道新发地以外病情扩散的情况是怎样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对北京疫情的这个掌握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失控的状态，但是失控到什么地步我们不清楚啊。为什么？我们讲一讲啊，原因是什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我之前讲过，我今天再讲一次。为什么？这个很重要。那现在并发的源头在新发地，大家已经确认了，这没有问题啊。如果不计算新发地内部工作人员的接触史，
那么单凭外部的接触的传染时间分析的话，就是6月3号。6月3号这个时间点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按照6月3号这个时间点往前推的话，理论上是14天，就是2个并发周期，2个并发周期14天，14天就是这是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追查理论啊，一直是这样。如果从6月3号往前推14天，应该是几号？5月20号，而不是5月30号。5月20号为什么只推到5月30号？这就是政治啊，政治。5月21号人大开幕，5月28号人大结束。他是不推到5月20号的原因是因为政治需要。如果你把它推到5月20号，那整个开会两会的这些人都有风险，都要追踪一下，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如果按照高福，就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话来讲，要往前追踪1个月，那就是5月3号。你既没有用5月3号，也没用5月20号，现在是5月30号开始追踪，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完全不能覆盖，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能覆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外面在传播的还在传播。你想想，1个月1天我们不多吧？之前有人质疑说18万太多，我们就说10万吧，10万人流吧。10万人流什么概念？1个月下来多少人流？我们当然中间有大量的是重复的，但是这种重复它的传播的可能性有多少？你往前6月3号跟5月3号中间有整整1个月的时间，5月30号到5月3号到5月30号中间有27天的时间，那中间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可控。所以我们讲北京现在的情况，我们认为现在就是大量的其他社区，就是非新地的这个感染源应该是已经发生了啊，就是非新发地的这个感染源已经发生，因为社区传播已经在发生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检测问题最大啊，最大。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大规模的检测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准确率必须高。你现在检测的准确率只有30%，你这大规模检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检测是没有意义的，对吧？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准确率不提高，你大规模检测失去意义。因为你检测完了以后，这些人核酸检测是正常的，其实他是带菌，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就拿着这个合法的通知到处跑，那不是更危险吗？这不是更危险吗？所以实际上呢，你现在的不能够提高检测的准确率的前提下进行大规模的检测，反而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坏。因为这些人他自己觉得他没事，其他人觉得他没事，因为他的核酸检测是合格的，然后他就跑了，就其实他的传播的危害比他没有拿到这个核酸检测合格的这个影响会更大。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检测环境非常恶劣，检测环节啊，就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大规模的交叉感染，就是检测本身助长了传播的发生，而且助长了大规模的传播发生，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现在北京的情况，其实这个情况一直在发生，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中国的政府部门也好，邻里之间也好，都没有善待被感染的人啊，就是这些被感染的人被当作什么呢？我们不能讲他当罪犯哈，当作被过错者，被当作是有过错的人对待，也没有善待他们，所以造成什么？造成大家在逃避检测。为什么？一检测出来马上就各种情况啊，也遭白眼啊，政府部门对他也不客气啊，等等啊，这种，也就是说你不善待感染者，很多人就在逃避检测
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你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中国这个不透明，不透明在哪里？你想一下，你这大规模的检测肯定会有一个感染率吧？有没有公布过？1毛钱都没公布过吧？你到底这个大规模的检测，到底有多少人是已经被检测出来的？它的感染率是多少？没有公布过吧？你这一天检测了多少个？每天有多少个感染？没有公布过吧？就是从来不公布吧？只公布你说的那个几个新发地的案例，怎么可能？拜托，就是你当全世界都是傻瓜吗？啊，就是中国现在北京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也不傻嘛，是不是？这是第二个，检测的情况是比较问题最大啊。然后第三个，这也是目前北京最严重的情况，什么情况？防控措施层层加码啊。这种防控措施层层加码的危害有多大哈？有2个主要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被发现的这个人就会，我大概跟大家讲这个情况是怎样的情况哈，就是他现在是这样，但只要你发现，哎，这个人有核酸检测不合格，他不管之前发生了多长时间的隔离，不管，我只要抓到你是，哎，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外不隔离的？就是你离开社区有多长，他不管，居家隔离不管你接触的时间、到访时间都不管，只要我发现了你就14天。啊，就是这样，不管核酸检测的结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发生，只要到我手里就是14天。为什么？没责任呢？所以呢，而且就是隔离呢，跨省隔离呀，各种隔离，就是各个社区在加码，各个街道在加码，然后各个区在加码。这就加码的后果是什么？这就所有的加码的后果只有一个后果，北京迅速被封停。就是在任何条件，只要出现任何的风吹草动，我就把它割掉。我就选择一个最严厉的手段来进行封堵，因为我采取1、2、3、4、5，总共5项措施，我把这5项措施全做足。为什么？我就没有责任。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就他不管实际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就按照最严格的操作就对了。这样的后果是什么？这样的后果就是北京迅速被封停。所以你看，在北京，你现在看北京已经处于封停状态，这个封停状态和2月份的情况是一样的啊，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你看哈，从3月1号开始，就整个中国开始逐步的推动复工复产，其实是 reopen， 然后3月份效果不理想，4月份基本上就进入了这个叫什么逐步的恢复了，4月份已经去逐步的恢复了，就是复工复产已经差不多处于一个可以进行的状态，就是可进行生产和运作的状态，不是完全的复工复产啊。它就是说它已经运作起来了，4月份大部分都运作起来了。那现在呢，其实呢，整个的恢复的情况是非常差的啊，非常的，一直到6月份，从3月份开始启动，4月份开始恢复运行。5月份、6月份其实效果很差啊，经济运行的恢复的效果很差。那现在呢，它现在这个一死灰复燃，马上北京迅速的进入封停。这个封停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又会有一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又会死一批啊，又会死一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啊，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层层加码。这种层层加码就是一方面呢当然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呢就是检测发现他感染了，就是又回到了原来2月份的情况，就是一发现这些人感染，这是最惨的，就是处于一个次生性的人道灾难当中啊，这些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整个经济一下子又shut down， 就是整个的封停状态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现在的情况啊，现在的情况就是社区爆发在持续发生啊，持续发生。我认为这个北京的第二波疫情正在发展当中啊，但是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因为没有数据。但是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主要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北京的社区发展就是社区传播、社区爆发正在发生当中啊，并没有像这个吴有尊之前说啊，北京1个星期不到5天，就是第一个案例到发生一直到第5天还是第6天，吴有尊就出来讲北京疫情已经控制住了啊，然后他就自己往回兜说，我说北京疫情控制住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不会没有病例，但是病例会逐步的减少，然后果然北京的病例就逐步的减少，这非常好笑啊，这非常好笑。然后就是还有几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国务院防控机制综合组发了一个公告，就是关于做好离京人员新冠肺炎健康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他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6月16号开始，北京中高风险街道，然后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人员禁止离京，这个没有错啊，不变。其他人员坚持非必要不出京也没有错，需要离京的需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就是然后他的通知是这样的，持有离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能够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码的离京人员，到达目的地后，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各地各部门不得另行设置其他限制条件，对瞒报、谎报人员依法追究有关责任。无法提供离京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离京人员，到达目的地后应当立即接受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阳性者应及时进行隔离治疗，核酸检测阴性者在测温正常和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发了一个这样的通知，说明什么？说明北京的这个封停的情况已经出现的非常严重了啊，非常严重。如果不是它严重到已经北京人又出不去了的这个情况，因为什么情况呢？现在的情况就是全国各地都在封堵北京人。现在北京人在全国各地的情况和谁有点像？和当初的湖北人有点像，到处都在堵北京人啊，堵北京人。那不管你3天来了就直接封停，就隔离啊，抓着就去隔离。现在北京的情况，就北京人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北京人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和当初湖北人是一样的啊，湖北人是一样。所以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情况给大家播报。大体上是这样，北京现在的情况大体上是这样。那么我相信下一步发生的情况就是北京后面的情况，持续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这种封停的状态会继续持续
啊，会持续一段时间啊。然后在这个持续的过程当中，辛辛苦苦的把这个店开起来，把这个厂子恢复起来、运行起来的这些中小企业又会倒一批啊，又会倒一批。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下一步我是这么觉得啊，如果北京封停的情况继续持续下去，我觉得次生性的灾难比现在的这个疫情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因为为什么？因为北京并不是说，你看一直以来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北京的疫情严重吗？北京疫情没那么严重，但是北京的就是防控措施是全中国最严格的。所以其实北京就是说我们叫次生性的灾难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在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们要关注的点不是在疫情本身啊，疫情本身我觉得如果你这么严格的防控措施，理论上来说大规模的爆发，就像武汉那样大规模的爆发，有没有可能？可能性有，但是没那么大。我觉得反而就是次生性的灾难比大规模的爆发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影响更深啊。所以以我们做疫情从去年年底到现在的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来看，大概北京是大概率的事情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我们这一不小心这么快就讲完了，很少啊。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我发现今天的五毛还是比较多哈。那么一个啊，就是五毛坚决把它踢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请北京的网友尽量的帮我们提供发生在北京的情况，还有包括河北、包括辽宁啊，包括这个天津。这几个和他相关的这个区域的网友，如果有情况也尽量的给我们提供一下，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谢谢。好，我们明谢一下。Kelly State 谢谢，司徒平谢谢， Daniel 梁谢谢，郭喷塞谢谢。今天过了一个令人伤感的父亲节，祝愿我们香港年轻人能够有个光明的未来，谢谢。Says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加油。好，打卡纽约。提问王老师，为什么在中国有几十上百就如临大敌，而在海外几千上万都没什么感觉？问题有2个问题，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几十上百如临大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诚实，因为他一向瞒报疫情，所以一向瞒报疫情呢，就几十上百呢，你背后发生了什么你不知道。这是第一个情况，就是这叫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就是你一直在撒谎，你等你说真话的人也没人信你，这叫塔西佗陷阱。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政府在整个的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呢，完全不考虑屁民的感受，就是完全把这些老百姓只是当作控制疫情的工具而已，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人道关怀。所以呢，中国人一发生疫情呢，就非常的恐慌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讲中国政府做起事情来，做正事就千疮百孔，干起坏事来滴水不漏啊。这也是一个情况，就是中国人就会非常的恐慌。那你在其他的国家，在海外，你很多国家他操作，他很规范，做起事情来有条不紊啊，然后有人道关怀，政府也很清楚他该干什么，干得不好有人骂他。中国政府你一骂的把你抓起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差别就在这里啊。情况：北京中小学停课，
毕业班也是如此，快递不能进小区，超市物资充足，街道上车辆明显少了，一些单位已经开始居家办公，有外省医疗队援军，这不让援京，这让人不解，才200多确诊，需要援助吗？其实疫情还是被隐瞒，反正我们周围的朋友都倍加小心。为什么我说北京的这个疫情正在发展当中？显然啊，我看到的新闻是武汉已经有援助医疗队啊，援京的医疗队啊。那显然，如果只有200多例的话，怎么北京的医疗条件全中国第一啊？那还需要援助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已经疫情失控了呢？我觉得倒不是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打个提前量，知道后面疫情会持续上升，那么先开始组织医疗队。但是组织医疗队他肯定不会空穴来风，因为你想一下，如果像吴尊友说的，我1个星期已经控制住了，我需要医疗队跑它干嘛？医疗队你以为不要钱啊？都要钱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表明什么呢？表明北京的疫情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控制力，就是我说的5月30号这个时间节点再往前不追了，那后面的情况就他们很清楚，就控制不住的了啊。所以后面会持续爆发，这是没有疑问啊。坐标北京情况和昨天相比，昨天北京今天高风险区由1个增加为4个哦，这个我还不知道。逐步推进大范围核酸检测，官方说核酸检测准确率高，假阴性很难检测出。根据周边的情况，同事说法，官方数据不对，他们撒谎惯了。情况坐标北京，今天帮朋友搬家，朝阳搬家到海淀，物业不让我们车进，说朝阳也很严重。我说朝阳低风险才1个，物业直接呛了我们一句，你信吗？好在最后让我们进去了。这物业没事说大实话啊。情况有一个姑姑在北京做蔬菜批发，家在高风险地区，小区已经封闭，不让进出，家里老人生病也不让看病。后来没办法打电话给120，120接到医院之后随便查了一下，然后告诉现在医院治不了，120车又给送回小区，基层做法非常粗暴，真是不顾死活，在家病死了不算新冠死亡人数。这在武汉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情况我有一个朋友去检测，15号检测，20号出结果，可想武汉有多少确诊患者死在了家里。再有北京现在筛查是限号，我不知道北京其他地区怎么样，但是我去检测点就检测一上午，到时间就开始轰人，而且筛查的流程特别混乱，去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操作，流程特别不人性化。我感觉北京市政府在控制每天的人数，从而压缩确诊数量。我感觉这样的抗议根本就在走形式。再有，被感染的人仿佛被当作异类白眼，对，就是这样。大家要明白，如果你不善待这些被感染的人，大家就会逃避检测。为什么？因为你检测后果下场很惨，所以尽量逃避检测，就不会被发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情况坐标湖北襄阳，今天市区内火车道路段警察持枪戒严封路，传言是中央大领导专列，是绿皮车。今天新闻联播没有200斤，他应该是真逃离北京了。情况坐标北京，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在外租房，但房东确诊为阳性，那个学生与房东有接触，而且之后还去了赵兰苑、蓝旗营、清华的几个食堂和超市，还回了一趟宿舍。当时清华人流不小，很多同学都返校了。现在清华如临大敌，
封的跟铁桶一样，谁都进不去。情况北京西城后海，我父母昨天做完检测，接到居委会安排的免费，但是不给检测结果，需要结果要另外付费，那不是一样吗？这个情况，北京目前的情况还是禁足中高风险区的人为代价，14天后还会做第2次检测，检测没事后才能解封，但是具体时间多长不知道。这种小区统一检测，不收费也不给报告，只为筛出阳性，想要检测报告要自己再去检测。他就是为了把人抓走，就是有一个能走，其实你不需要检测结果，如果他没把你带走，说明你没事啊。6月17日，浙江台州货车司机刘师傅拉完货返程时，遇见一位大爷向他招手，经了解，大爷是安徽亳州人，无儿无女，打算去浙江黄岩投亲。一路上因为没有手机，无法显示出健康码，多次想要乘车被拒，无奈之下，大爷从安徽亳州徒步走到浙江，走了半个多月。我的天！情况说到检测，今天北京的公众号发了一条消息，说北京现在有100多家检测单位，可以日检23万。如果北京日检23万都要拼老命的邀功，那当初整个武汉全民检测不就显得很假吗？武汉全民检测什么概念？1000万啊，那是1000万，疯了都。所以那都已经是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了。提问为什么他们2次要采用一样的措施？上次武汉的次生性灾难已经明显了，其他国家没用这么极端的措施也成功了，他们为什么第2次在北京还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原因在哪里？原因在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他真没有其他的办法，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进步，科技没有进步，对病毒的了解研究没有进步，然后他们整个的防控系统没有进步，这3个都没有进步，他只能采取原来的措施，所以就是这么极端啊。王老师分析的很到位，在韩国检测不仅免费，隔离期间还给工资，街道办事处每一天送吃的，没有歧视，都是关心。检测的地方管理的很好，没有交叉感染的危险，准确率高，且不隐瞒事实，周边发生疫情的地点大家都能得到通知，但是保密个人信息啊。情况，北京某女总裁曝光，核酸检测成本才17元，收费达到180元，公开质疑有利益链，这不用质疑啊，这不用质疑啊，就是这很简单，这后面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团体在分这些钱，这些钱在分。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北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隔离的这个药物治疗的药物跟武汉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不行，我们这里不能用武汉的那个，为什么？背后还是一堆的钱，一堆的利益啊，这都是钱啊，180块钱，就是这样，210吧，我印象好像是210吧。还加一个什么费用，总共是210，才17块钱，水很深，吃水很深。北京情况，今天去商场需要出示绿码才能进商场的超市又要出示绿码才能进。另外，商场很多档口又关门了，感觉物价又涨了。观点，其实目前情况下，检不检测都一样，但政府得做点事，让老百姓看看，没有疫苗。最后得走群体免疫的终极，条大路通终极免疫，混乱检测加速群体免疫，政府还能大捞一笔。事实就是这样，好像说的有道理啊。情况，我亲戚去年去了趟泰国，一直滞留回不来，
他说现在国内储蓄卡已经不能提现，只能刷信用卡，都不能提现。我亲戚只能从身边华人那边借点钱过日子，真惨。情况美国检测出来的话，医院是有补贴的，医院巴不得多检测出来，所以检测率很高啊。观点，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舆论控制、平滑处理解决，不用担心啊，是这样的。情况在欧美，罗氏和雅培等大牌子的核酸检测是有很高的准确率，绝对在95%以上。问题是这些大牌子的检测仪器本身比较贵，操作要求也高，而且检测仪器本身的产量也一时难以成倍提高，所以中国大陆大部分的医院估计还在使用国产核酸检测设备，所以准确率很低。而且进口检测设备和试剂盒进口审批程序要几年才行，所以技术落后加投资不够加监管地方保护，等于祸国殃民。提问，我是学生，今天老师表扬范文，范文里面写一个白衣服的人在香港唱国歌，然后遭到黑衣服的人的殴打，我一看就知道写什么，我看到就气不打一处来，恶心死了，课都没心情上。老师看完我的文章之后写我，如果只是因为看到很多舆论而缺乏更深入的了解与自我国情的认知就下定论，那么老师想说你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与历练，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很无力。我好像知道问我写作文总是分不高，可是昧着良心的话我又说不出来，我该怎么办？你是想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写作能力，一个问题就是事实啊。我们分开来讲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事情想得很清楚啊。要了解事实，那你要多去掌握信息来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高写作能力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写，每天写。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多写一点，好吗？观点，郝海东说的对，在这个体制下，要么被吞噬，要么是帮凶，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情况，一个亲戚在新发地做水果批发，全年365天从来没休息，不能旅游，不能生病。他说每天睁开眼睛就是2-3千块钱的租金，雇员的工资各项费用，不拼命工作就是亏钱。此次疫情没有细致的人群区域甄别，将所有区域关闭，而且没有给商家提前通知和留下缓冲时间，现货上下游的合同有人亏500多万如此粗放的管理手段，完全是权力的傲慢。为了不影响权力者的仕途利益，哪里关心人民的死活？就是简单粗暴，就是这么说啊。我是北京人，现居美国，好朋友一家去过新发地，被隔离了，统一免费做检测，核酸检测是阴性的，但是不给提供核酸检测证明。如果14天隔离结束，返回工作岗位上班时，单位和学校都需要提供核酸检测证明，所以还需要自费再做核酸检测。感觉这就是肺炎经济啊！北京人继非典之后再次被歧视了。情况，深圳好几家中影国际影城已经关门了。情况，坐标日本，日本政府每人给10万，我伟大的国家给健康包还是要到付的。提问，王老师，北京疫情2次爆发，一尊会付出什么代价？一尊现在情况有点麻烦啊，为什么？因为现在不仅仅是北京的疫情啊，最重要的还是几个主要的热点，倒不是在北京啊，主要的热点是在香港。现在对于一尊来说啊，最大的热点是香港，还有一个黑天鹅就是中印边界，中印边界冲突会不会引发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不好说啊。现在感觉印度那边是非常的搓火，所以我觉得大家关注这两个点，一个是印度中印边界啊，一个是香港
当然围绕着香港，当然就是美国啊、欧盟啊、日本啊等等西方国家坐标北京，我老婆航空公司的组织集体核酸检测，场面和菜市场差不多，大家就排队在院子里检查，根本没有什么卫生消毒可言。情况坐标北京，逃避核酸检测会被惩罚，不做检测不让进小区。情况坐标北京，最好的朋友在海淀有一家餐厅，疫情期间一直赔钱，每个月还有将近20万的房租要付，总以为疫情快要好转，这可好，这次爆发又来了。今天下午来找我说，这个月底要关门，说着说着开始流泪，投了好几百万，现在什么都没了，几十个员工也要遣散。这几年看着他辛辛苦苦的开起来，这个店就是他的全部心血，真的很心疼，真可怜。情况我爸就算是次生性人道灾难的受害者。过年期间我爸不舒服，开始咳血，但是碍于疫情他不敢去医院，等到解封后4月底据检查已经是肺癌晚期，早2个月或许癌细胞还没有转移，有手术机会治愈，然而现在只能姑息化疗，可能命不久矣。我能做的只有给他用最好的药。祝我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我还能多陪他几年。今年指定卖菜的超市，指定检测试剂盒公司，指定中药汤剂中药公司，指定治疗的医院和指定隔离的酒店都赚翻了。我想骂脏话。情况，王老师你好，打卡北京望京地区，望京商业区基本没人，街头人也很少，很多都是外卖，车辆也很少，少很多，超市物价上涨，写字楼年轻人抽烟也不戴口罩，我也没找到工作。同学是某公司 COO， 我被他说天天翻墙看国家负面新闻，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吗？我都无语了。原来找工作困难是因为不爱政府。情况，辽宁整体疫情问题不大，但是5月15号自美国回国后集中隔离14天，社区隔离14天，健康码已经1个星期还是黄色。一个中国公民在美国期间没有被歧视，通畅无阻，回到自己的城市寸步难行。情况，北京药店已经不让进门，买药在门口说，而且有关感冒的一律不卖，但是在网上可以买。观点，钟南山已经赚完了，退场了，现在是张文宏，吴尊友替代钟南山的位置，差不多就是这样。这几个坏人非常无耻。情况，以前王老师说和墙内的网友说的，国内的人都是想被蒙在鼓里，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天要接触不同的人，有些是国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些是普通老百姓。聊天中都感觉很多人都不知晓什么世界观，只听官媒、抖音和微信上说的，还自我总结，比如还是我们中国强大，你看某某国怎么样，某某怎么样，还是中国有钱，捐助某某国，只能无语傻笑。就像王老师说的，没有必要去反驳和说清楚，因为无法沟通。好，坐标北京，因为疫情的2次爆发，孩子报的补习班迟迟不能复课。上周五有近100名家长去培训班维权，要求退费，但是培训机构态度蛮横，拒不退费，还报警说家长串联聚集。之后家长建群打算找媒体曝光，但是基本所有媒体回复都是上级领导不许报道这种疫情产生的纠纷，因为太多了，一是报道不过来，再有影响稳定，现在只能报道疫情正向信息。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啊。情况，今天开推特，宜春及阵亡士兵回家，央视没有报道。情况，在目前的中国，面对这种流行爆发，最好的模式是什么？问题啊。中国目前的形势不知道为什么。那这里面有3个问题啊，我还是讲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的检测手段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从检测手段到它的准确率，到它的成本，这是一条线啊，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我们现在对这个病毒有多了解啊？有多了解？那么针对这个病毒的特性，应该采取怎样的防控措施和手段？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越了解病毒，我们越采取的防控措施越有针对性，越科学啊，才更能有效啊。同时又要兼顾两条，一条要兼顾有效性，另外一条兼顾对老百姓、对市民的影响要最小，而且要最大限度的让这个社会处于开放的状态。你就必须保持什么呢？保持对病毒的了解，还有就是流行病学的这个常识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现在啊，整个的你建立的现有的这个防控体系是什么状态？你建立一个怎样的防控体系？所以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最好的模式是什么？最好的模式是建立在这三个基础上，你才能找到一个最优化的模式，否则就谈不到啊。回复那位因为写作遭老师批评的同学，支持你独立思考，这点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啊，是这样的。观点：北京即便爆发也不会被公开，所有的信息只会被压制，只要不死到权贵集团内部，再多的人命也不能打动冷血的共匪禽兽。北京当然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检测，不是4剂核不够，而是检测之后不能收拾局面。检测试剂核30%正确率，到时候一派祥和，中来个不填蝎的爆发，自己给自己的检测准确率打脸吗？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你不能够提高这个检测率的话，大规模的检测只能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坏。为什么？你的准确率只有30%，30%意味着什么？100个感染者，你只能测出来3个，我们大数这么说，那意味着另外70个拿着这个合格的这个证书就到处跑了，所以你有意义吗？你不是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可怕吗？是不是？情况：朋友小孩在多伦多留学，买不到机票回国，前几天四川航空来电说可以给7月底回国票，2个座位，来回价116000，我的天，你不如去抢啊！情况：4月份在航空公司买到6月份韩国到国内的航班机票，后来公司说航班取消，让我退票。后来发现同一航班当天却直行飞了，打电话问公司，公司说中国民航总局确实取消了航班，后来又允许直飞，但是新乘客名单是中国方面提供的，公司没有在韩国卖机票，感觉航空业有黑色产业链已经形成。提问：王老师好，最近谈到中国问题，有很多人觉得中共和中国人要分开，中共是中共，中国人和中国人没有关系，还有一群人觉得中共和中国人无法分开，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刚才有个网友说什么来着？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颗雪花可以逃离责任。中国人和中共分得开吗？我就不完全分得开，你怎么分得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我们有不同的描述啊。那么当然，我们主要还是要把主要的聚焦点在中共身上，原因很简单，他是唯一的执政党，他有独裁。那当然他是唯一的责任人，但是中国人有没有责任呢？中国人肯定是有责任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是在配合他的。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中共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就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共做了一件非常恶劣，
就是整个人类都没有人做的事情，他不允许别人沉默，沉默要打死，一起打死。那你只能配合，你要么配合，要么跟他一起被打死。中共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你在香港发生的就是这样，香港那些地产商跑出来讲啊，我支持国安法，就是不让你沉默，不允许沉默。这就是中共比其他的政权更坏的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不允许沉默。所以中国人的责任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但是主要还是中共的问题啊，中共的恶啊，超出了历史水平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总的来说，我认为要在不同的语境下区别去看，但是中国人也跑不掉啊这个问题。提问：继续上国安法，感觉中央这帮人好像也没有渠道知道国外发生什么，这是闭着眼睛撞墙，是这样吗？他怎么会不知道？都知道的啊，这肯定都是知道的。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上个节目说过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安法到现在啊，它不完全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意志啊，就是说啊，我任性，啪，我就要这么干，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意志啊，它是一个整个的是个进程啊，它这个进程背后推动这个进程，我讲过很多次啊，就是有它的意志啊，思维模式啊，也有它的意志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综合在一起，思维模式是什么？就是一个是斗争意识，一个是底线意识。这是思维模式的问题，还有意志是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叫独裁的集权的任性吧，啊，这两个意志推动这两件事情在推动这件事情往前走，所以不完全是闭着眼睛撞墙啊，它有闭着眼睛撞墙的因素，但不完全是啊。情况因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开始关心政治，然后慢慢的三观被颠覆，很感激香港的年轻人，也为自己的无能羞愧。妈妈没文化，跟着他说香港的事情，他开始不明白。后来我说，现在香港的年轻人就像8964天安门的年轻人一样，他理解了，也沉默了，不知道是不是洗脑的问题，很多人没有同理心。亲戚说那些感染还跑回来的人就应该枪毙。妈妈说话说的轻巧，如果那个孩子是你的那个人是你的孩子呢？这就是同理心，这就叫同理心啊！现在很多人在反共时有意识的把中国人民分开，描绘成白莲花。可我认为，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是政府的土壤。而中共这样的政府也反过来刻意塑造他需要的人民。如果中国人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不反省，就不可能有效的反中共，也不会有好的未来。这话说得很对啊。纵观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战乱、饥荒、瘟疫和死亡的黑暗史。中共70年暴政，害死8000万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尤其是近30年来，从89年屠杀学生到99年镇压法轮功修炼者，以及现在对更广大人民的欺凌打压，中共用暴力和谎言给中华民族和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个陈述基本上是对的啊。观点，王老师，我觉得 CCP 根本就是故意升级防疫措施，来达到社会管控的，来缓解一下接下来的一系列冲击。北京平壤化，他们才更安全。可以说说你的看法吗？谢谢。故意升级防止冲击，我不觉得他有太多的冲击啊。他遇到什么冲击？你说有人示威游行吗？我没看到，所以我不觉得。我觉得防控措施是层层加码，
我觉得大家还是高估了中共啊，高估了中共的实力。其实中共很多事情都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它没有那么精密，它都是粗放、简单粗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就举个例子，就是中印边界。中印边界肯定不是有意图的，就是北京那边的大脑指挥这个边防军做的事情，绝对不是。那就是一场失误，就是一场对下级军官的控制失控。部队尚且如此，你想一下政府部门是什么情况？其实从上到下敷衍塞责，漫不经心，然后就是讲领导喜欢听的，吹牛拍马屁，都是一群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做起事情来，我就说中共做正事千疮百孔，这就是千疮百孔。反过来讲，防控措施层层加码，是导致现在疫情就是北京现在封停的原因。你觉得这是蔡奇的想法吗？蔡奇只有一个想法，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他只有一个想法，别出事，我不管那么多，你得赶紧给我控制住，否则我在习近平那儿老脸往哪搁。他就是蔡奇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尽快把这件搞定，所以底下的人使劲的收，他不会反对，他也不难过，因为他又不会堵在家里一个月没出不去，他也不会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大家都高估了中共它整个的系统的能力。中共的系统能力其实很差，为什么？他不是做事的人，他整个的政党他都不是在做事治国，他没想这个事情，他是想的天天想的是什么呢？治你治人，他不是把这个事管起来管好他的重点是怎么样把人抓起来，怎么样发现问题，有人在烦我把他抓起来，他们天天想的是这些，怎么样把事情做好，这件事情是不是他考虑的范围？所以呢，海外也好，国内也好，大部分的人对中共都高估了他的实力。他的实力其实，我认为打个3折差不多，他实力也就是3折啊，打个3折差不多，跟那个世纪核的准确率差不多，就是30%。你看他实力100打3折，就差不多这个实力。但是他的决心比你高70%。他想干这件事情，他的决心很大。为什么？野蛮嘛，就是这样的问题啊。我老婆来加拿大，国内买的华为手机装不了 Arrive Can， 还得换苹果手机。感觉貌似离你遥远的事实，正在慢慢的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OK。情况，北京现在的人权状况很差劲。前天看见一个没有健康宝的银行顾客刚进银行，因为没有健康宝，被工作人员和保安赶了出来，态度极其恶劣。其他地方的情况基本也是如此，管理人员都很粗暴地对待顾客。很多大超市门口出现督察队，专门检查门口的检查人员。很多服务场所被强制关闭，人员就业生活不在他们的考虑中。如果稍微有点不满，先是保安骂人，如果再有纠纷，马上赶来警察把人带走。观点：从宋朝以来，中央集权就是利用杂交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法律来培养奴化的人民，这种东西没有半个1个世纪很难改，所以香港年轻人了不起。OK， 好，情况，今天研究生毕业，组内聚餐，谈到中印冲突，导师说印方死了20多人，中国死了40多人，中方没死人，还说印度军人都是职业的，都是50、60岁的老头，中方都是18、19岁的小伙子，相当于全打敬老院，我真的无语。默默低头吃饭，持这种观点还是中国的上层。
正高级职称，下面还有一堆博士研究生，哈哈。情况，辽宁医疗队已经到达北京支援，看来北京情况严重，尤其是医院。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面明谢一下 Ivy 刘，谢谢。早起打卡，北京家人说进出小区很严格，离开北京也很难，要核酸检测才能上飞机火车。秦 Cornish 谢谢。Kelly State 谢谢。Thank you Mr. Wang 谢谢。傅百敬佩王老师的敬业精神，给老师点赞，谢谢。Little Lamb 谢谢。Jeff In 谢谢。Aziza 谢谢，请大家点赞支持王老师的节目。Sawyer Bin 谢谢。父亲节请王老师来杯港式鸳鸯，祝父亲节愉快，谢谢。好，我们在这里祝广大的网友父亲节愉快那么祝广大的网友给大家给你的父母带个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